您好，我是卢卡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教皇。教皇方济各在4月21号去世。作为上千年来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皇，他的一系列改革也备受关注。对同性恋、离婚、堕胎等议题的看法吸引了众多年轻人的支持。作为14亿人的精神领袖，教皇的权力有多大？和传统的皇帝有什么不同？日常有哪些工作？私底下又是什么样的？教皇去世之后会发生什么？下任教皇如何产生？流传了几个世纪的圣马拉奇预言是真的吗？方济各会是最后一任教皇吗？影响力不断下降、性丑闻频发的罗马教廷，未来的出路又在哪里？提起教皇，大家很容易想到国王和皇帝。其实教皇和他们还是有很多不同的，尤其是在中世纪，教皇权力的顶峰，他可是凌驾在国王之上的。国王们都宣称君权神授，可是谁也没有办法把神请下来。神在人间的代表就是教皇，所以很多皇帝都需要教皇加冕。没有教皇的认可，就算夺了王权也名不正言不顺，甚至教皇还可以罢免国王，发动战争。比如著名的十字军东征，一下就打了将近200年。而且教皇曾经在欧洲拥有最多的财富和土地，11税赎罪券大家都听说过吧，无本万利。在现代社会，宗教的狂热早已退去，教皇的权力当然也大不如前。可是目前全球依然有超过14亿的天主教徒，仅次于印度和中国的人口。再加上欧美国家长久以来的宗教传统，教皇的影响力依然不容忽视。那么当教皇是什么感觉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看一看教皇的工作和生活。虽说教皇本身没有年龄限制，但是基本上都是从枢机主教、大主教当中选出来的，所以年龄都不会太小。教皇主要有3重身份：天主教的精神领袖、梵蒂冈的国家元首和全球的公众人物。主要职责包括主持宗教仪式、任命主教、会见国家元首、外交访问、发表讲话、出席慈善活动等等。我们以方济各为例，来看一看他一周的工作内容。周一到周五早上6点起床，祷告、读圣经、冥想。7点主持私人弥撒。8点到12点有各种公务和会客。12点到14点午餐加午休。14点到17点处理各种工作，主要包括撰写演讲、审阅重要信件、会见访客、接受访问等。17点到19点晚祈祷、弥撒或者公共活动。19点到21点晚餐、阅读、良心省察。每周3是公众接见日，需要发表讲话，会见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徒。这是教皇面对普通信众的重要时刻，经常会被媒体直播。周6稍微轻松一点，会安排一些会见和宗教仪式，还要为周日的讲话做准备。周日要主持祈祷、发表讲话、会见信徒。周日的祈祷也会全球直播，数百万的信徒同步观看。除了这些，在一些重大的节日，比如复活节、圣诞节，教皇还需要主持大型的弥撒。每年还有一些外交任务，需要出访不同的国家。另外，教皇没有固定的休息日，也没有法定假期，只有在2月或者6月有1周左右的静休期。7、8月份还有避暑假期，但是方济各放弃了这个假期，继续工作。如果你是个习惯了996的年轻人，估计会觉得这些工作还好。但是如果考虑到教皇基本上都是70、80岁的老年人，这应该不是一份轻松享受的工作，而且工作内容也比较单调。另外，教皇还没有工资，不过他基本上也不需要自己付钱，他的日常生活由梵蒂冈财政承担。但是如果你认为可以大手大脚过豪华奢侈的生活，可就错了。作为神职人员，反而要过简单甚至是清贫的生活。当然，他也没有私人财产。但是其他的各级主教、神父是有工资的，主要是保证基本的生活，而且不允许他们自由赚钱。比如枢机主教，也被称为红衣主教，每月有5000欧左右。普通的神父大约有1000到2500美元。这样的薪资水平，如果不是靠特别强的精神信仰，还是挺难坚持的吧。说了工作，我们再来说说生活。教皇必须终身独身，不能结婚，不能生孩子。在这一点上，天主教非常严格，他们的主教和神父都不能结婚，而东正教和新教的牧师是可以结婚的。
这样的设计当然也是有原因的，神职人员要完全献身给上帝，全身心的服务教会，不能被家人牵绊。成为教皇之前的家人呢，还是可以偶尔联系一下的，可以打电话，也可以拜访，但是频率很低。以方济各为例，刚当上教皇的时候，他的家人还到访过梵蒂冈，但是之后几乎完全从公众视野消失了。这也不难理解，70、80岁的老人，父母早已不在，就算有兄弟姐妹也所剩无几，真正是孤家寡人。教皇住的也不是豪华的宫殿，本来在过去的几百年，教皇都是住在宗座宫，条件稍微好一些，但是方济各上任之后，搬到了更为简朴的宾馆式住所，有点像神职人员的宿舍，可以理解为老年职工公寓。另外就是没有隐私，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要被记录的，每天的行程也是精确到小时，休息的时候也不能随意外出，只能在特定的区域活动。他没有自己的手机号，也没有社交账号，不能随心所欲的发言，因为一个不小心就有可能引发舆论风暴。教皇是个终身职位，是没有办法退休的，也就是说必须干到死，但是可以主动让位。方济各的前任本笃16世在2013年85岁高龄的时候辞职，成为600年来第一个辞职的教皇。原因呢？官方的说法是身体原因，当然也有不少阴谋论，比如丑闻的压力、内斗严重等。看过了教皇的日常之后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有想要试一试的想法吗？我想除了非常虔诚的天主教徒以及在神职人员这个系列里的人之外，大部分人应该都不认为这是一份好差事吧。虽然有风光的一面，但是在追求自由的现代社会，那么多的限制，估计没几个人受得了。我以前还疑惑过，为什么教皇都那么老，为什么不选一些年富力强的人？了解过后发现，可能只有70、80岁的男人才更适合这种孤独拘谨、无欲无求的生活吧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教皇死后会发生什么。先要确认死亡，以前会用银锤敲击教皇的额头，并且呼喊他的名字3次，如果没有反应才会确认死亡。当然现在都由医生通过医学的手段来确认。确认之后会由枢机主教团的团长对外宣布死讯，并且销毁代表教皇权力的愚人权戒。通常这枚戒指是由纯金打造的，以前销毁戒指是为了防止戒指流失被伪造文件，现在就只有象征意义了。方济各的戒指是银镀金，也很符合他一贯的简朴作风。之后就进入为期9天的哀悼期，每天都要举行弥撒，教皇的遗体会被放在圣彼得大教堂，让来自全球的信徒瞻仰悼念。葬礼会在宣布去世后的第4天到第6天之间举行。教皇的葬礼通常会举行盛大的仪式。方济各早在2002年就写下遗嘱，明确表示葬礼一切从简，而且他还希望安葬在圣玛利亚大教堂，而不是通常的圣彼得大教堂的教皇墓穴。方济各1936年出生于阿根廷，是家中的长子。毕业之后还曾做过一段时间的化工技师。他在12岁的时候还有过一段感情，他曾经对一位女同学说，如果你不嫁给我，我就去当神父。被拒绝的几年之后，在1958年，21岁的方济各加入教会，正式开始了神职生涯。在2001年成为枢机主教，在2013年76岁的方济各继位，成为第266位教皇，也是第一位来自美洲的教皇。当选之后，他带来了一系列的改革，包括推动财政透明，打击各种腐败，关注全球气候和移民问题，倡导包容接纳同性恋，对离婚和再婚的人，尤其是女性给予更多关怀，对堕胎虽然反对，但是强调宽恕。他还多次到访穆斯林国家，倡导和平共处。而且他生活简朴，反对奢华，吸引了很多年轻人的支持。在任12年，被认为是最有改革意味的教皇，也被信徒和媒体称为平民教皇。另外，方济各更是推动了和中国大陆的友好关系，多次续签和北京的临时协议，共同任命中国的主教。而梵蒂冈从1949年以来是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，和中国大陆是断交的，所以多年来中国大陆的天主教会是不被承认的，而且还存在地下教会的问题。方济各对大陆的友好态度也令台湾有些紧张，害怕会被抛弃。不过在他离世之后，下任教皇会是什么态度还难以确定。说完了方济各，我们来讲讲教皇是如何选出来的。
教皇去世之后，全世界有资格投票的书记主教都将赶到梵蒂冈参加秘密会议。通常在教皇去世后的15到20天会选出新的教皇。只有80岁以下的书记主教才有资格投票。目前全球符合条件的有135位书记主教，有2位由于健康问题不能出席，应该会有133位书记主教参与投票。新教皇的候选人理论上只要是男性的天主教徒都可以，甚至可以不是神职人员，但实际上教皇都是出自书记主教，年龄在60到75岁之间。太年轻会被质疑经验不足，太老又会被担心健康问题。候选人还需要有多年的教会治理经验，思想成熟，没有负面新闻等等。秘密会议会在西斯廷教堂举行，全程封闭，不能和外界联系，手机、电脑、网络全部禁用，甚至不准看电视和报纸。参加选举的书记主教们在结果出来之前不能离开指定的区域，每天最多进行4轮投票，获得2/3以上的选票才能获胜。如果没有胜者，就继续投票。每轮选举之后，选票经过仔细核对都会被焚烧，通过加入化学药品产生白烟或者黑烟，向外界传达消息。黑烟表示尚未确定，白烟表示新教皇已经诞生。而秘密会议的时间长短不一，比如在2013年秘密会议的第2天，第5轮选举的时候就选出了方济各，而1271年选出教皇格里高利10世的秘密会议就因为竞争太过激烈，用了将近3年的时间。选出新教皇之后，主持人会例行公事地问一句：“你愿意接受吗？”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才正式生效。新教皇还需要选择自己的名号，既可以选择以前出现过的，也可以自己新创造一个。当然也要有一些象征意义，比如向前人致敬、呼应传统、表达使命等。方济各这个名字就是致敬13世纪的圣人圣方济各。很多人有疑问，方济各在中文为什么没有被翻译成弗朗西斯？简单说一下，这个翻译不是完全的音译，而是意译和音译的结合。阿西西的圣方济各这个名字在上百年前已经被翻译成了圣方济各，而且很多的教堂名、学校名，比如方济各会，也使用方济各这个叫法。所以这个翻译也可以说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延续。确定名号之后，会立刻制作刻有新教皇名字的愚人全戒，然后新教皇将会身穿白袍亮相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，与信徒见面，并且发表简短的讲话。2025年的秘密会议会在5月份举行。目前比较热门的几位候选人来自意大利、菲律宾、加纳、几内亚和匈牙利，所以很有可能再选出一位非欧洲的教皇。讲教皇不得不提圣马拉奇预言，尤其是在方济各去世之后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这个从12世纪开始的预言说方济各会是最后一位教皇。他死后将会出现世界末日，审判者将审判他的子民。这个预言据说是一位爱尔兰的大主教圣马拉奇在12世纪写的，但是文稿在16世纪才出现，一共写了112个简短的拉丁格言来描述每一任教皇的特点。但是在预言公开之前的74位教皇描述的都比较准确，后来的就越来越模糊，解读起来也越来越牵强。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条，也就是描述方济各的预言。这段预言被一些人解读为世界末日的预兆，也有人认为这是象征教会危机的一种隐喻。但是天主教会从来没有承认过这个预言，很多专家学者也认为是伪造的，目的是为了影响当时的教皇选举。一出现世界末日的预言，都会令很多人、很多媒体特别兴奋，所以这个预言也流传了几百年。不过结局马上就要揭晓了，下一任教皇能不能顺利产生呢？虽然天主教在全球依然有着众多的信徒，但是很多过于陈旧、保守的教义和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格格不入，年轻人更是对教条没有兴趣，教会、教皇的影响力势必不断下降。再加上教会丑闻不断，比如2002年曝光的波士顿性侵丑闻，涉及140多名神父，几十年来性侵的儿童超过1000人。还有澳大利亚教会的系统性侵，涉案人员超过1800人，受害者超过4000人。可不可怕？简直是令人发指。除了性丑闻，经济问题也不少，比如2014年的伦敦豪宅丑闻，涉及洗钱和贪污。层出不穷的丑闻不断削弱教会的公信力，
而且教会的管理和惩罚也备受质疑。如果没有世界末日，下一任教皇顺利产生，他依然要面对一大堆的问题：是做一个不断衰退的文化符号，还是真正能成为人类的精神领袖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谢谢你的观看，欢迎订阅点赞，下期见。